海童对周家人太了解了，担心姐姐的新店开张，那家人会过来搞破坏，也担心老家那些极品凑热闹。谁的新店开张第一天也不愿意有人来闹事。海童主动地向丈夫求助，请求战印安排人在附近看着，要是有人进店闹事，能第一时间帮她姐姐处理。思想独立，不愿意过分依赖丈夫的海童主动向战印求助。战印自是心花怒放，觉得老婆大人总算把他当成了一家人，满口答应下来。其实就算海童没有向战印请求，战印也会安排人盯着的呀。海童会防着周家和老家的极品，战印哪有想不到的。叶佳妮看到战家的保镖还有那些巡街的保安跟着进来，她的疯狂一下子打住在看店里的人。除了海童夫妻俩在这里坐镇，还有商小飞。她第一次跟商小飞打招呼的时候，商小飞都不搭理她，那高傲看不起她的神情，叶佳妮这辈子都忘不了，对商小飞便有了阴影。红林不在这里，叶佳妮结巴了一下，问着海玲：叶小姐有眼睛可以看。海玲给自家表妹煮着牛腩面，那看了叶佳妮一眼后，就自顾自地忙她的。叶佳妮呢，不敢嚣张，小声说道：红林母子俩一大早就出门了，他妈跟我说他们俩要过来祝贺你新店开张的，不在你这里，去哪里了？海玲淡淡的道：你的男人啊，你都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我更不知道了。叶佳妮一噎，她看看那战家的保镖以及巡街的保安们，讪讪的笑着：我进来找人的，不是来闹事的，我老公不在这里，那我走了。说着呢，她就赶紧扭身小跑出去，快速的回到他的车上，开车离去，心里却在庆幸当初他二哥嫌他给的钱少，不愿意帮他去海玲的店里闹事，否则还不知道后果如何呢。叶佳妮庆幸过后呢，又嫉妒不已。果然这傍上了大靠山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海玲不过是开了一家早餐店而已，就有那么多人送来花篮。送花篮的人肯定是冲着战少和商太太的面子来的，还有既然有那么多人盯着海玲的店，那是保护她的，算她跑得快吧。海童冷哼一声，商小飞说道：太怂了，他要是敢拿出当初跟海玲姐抢男人的勇气，我还能高看他两眼。两个女人啊，悄悄地瞄了瞄战印，有这座大山坐镇着，任何宵小都不敢来的。战印一个眼神，保镖团就出去了。那陆东明请来巡街的保安也没有说什么，默默地跟着出去。等他们都走后，海童对自家男人说道：这条街道竟然有巡街的保安，半条街的商铺都是陆总的，陆总怕我们这些租客惹到麻烦难解决，特意请了保安巡街，以保证我们这些人的安全。海玲把煮好的牛腩面端给商小飞，解释了一下这条街为什么会有巡街的保安。海童没有留意到海玲租了陆东明的商铺，是留意到的，那些保安也只在半条街巡视，那半条街他们就看看不动腿的。不过有几个保安巡来巡去的，整条街的安全级别都提升了一个层次。海童美眸闪烁，总觉得陆东明此举似乎是为了他姐姐，但看姐姐没有半点其他的意思。海童又不好多说，谁知道陆东明是为了他姐姐，还是真的为了他所有租客的安全。姐姐租的商铺也的确是陆东明的。陆东明天天上下班都会经过这里，因为战印的关系，就多关照一下他姐姐也正常。在陆东明没有明着说出对海玲有意思时，海童都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商小飞试探性地尝了尝牛腩面，觉得味道可以，汤底熬得不错。他除了牛腩不吃，面条都吃完了。海玲新店开张第一天，做完了早上的生意后，就准备关门，请上亲朋好友去管城大酒店吃饭。这是老太太强烈要求的，海玲有周红林分给她的100多万元，也不缺那一顿饭菜，大大方方地答应了。海玲婚后就没有了什么朋友，请的客人就是商家，就沈家以及战家人，还有苏南和陆东明。
嗯，商家一家人都来了，沈家是沈小军姐弟俩，他父母有事不能来，但托沈小军给海玲送来了一个大红包。战家的平辈因为平时吃饭就是在自家酒店里，所以除了还在上学的老九之外，那余者只要在管城的都来了，长辈就只有老太太和战丽蓉夫妻俩。战家2房3房都是有事来不了，不过也托唐君业送来了贺礼，给足了海玲这个亲家姐姐的面子。海童感激不已啊。然后私底下他少不得又被姐姐唠叨了几回，要他好好的和战印过日子，对战印好一点。战印有大姨姐撑腰，以后但凡跟老婆大人闹点小矛盾，他都是回娘家找大姨姐告状的，让海童哭笑不得。这边呢，海玲请客吃饭，热热闹闹和乐融融的。那边的叶佳妮在离开任你时之后，就打电话给周红林，质问周红林去哪里了。周红林说在外面找工作。叶佳妮半信半疑的，在周红林的一顿轰之下，她心情好了很多，决定去菜市场买点菜回家做饭给丈夫吃。等她从菜市场出来时，却被2个戴着黑色口罩、戴着黑色墨镜的高大男人拦住了去路。叶佳妮是看到他们从一辆黑色的轿车走下来的。你们想做什么呀？叶佳妮防备的质问着，悄悄地往后退几步。请问你是叶佳妮小姐吗？你们是？对方知道她的名字，但他不知道他们是谁。叶佳妮防备心依旧。我们小姐想见你，叶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放心，不会为难叶小姐的。叶佳妮皱眉，你们小姐是谁？我不认识她呀。哎，我还要回家做饭，我老公快下班了，没空理你们。说着呢，他就想绕过他们离开。你们夫妻俩都失业了，你先生上什么班啊？叶小姐难道愿意看着你老公跟他前妻越走越近，直到复婚吗？叶佳妮顿住脚步，你们到底是谁啊？竟然知道他那么多的私事。我们小姐是看不得海家姐妹俩飞横腾达的人。叶佳妮眨眨眼，是海童姐妹俩得罪过的人，但找她做什么？她又没有本事打压报复海童姐妹俩。叶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就知道了。叶佳妮说道，我连你们是谁都不知道，那跟你们走一趟，谁知道你们会对我做什么？哎，你们还戴着口罩，我看不到你们的长相啊，除非你们摘下口罩，让我拍下你们的样子发给我老公，告诉他我是被你们带走的。我若有一不测，你们俩也别想跑掉呀。叶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的口罩不能摘下来。叶小姐，如果不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小姐亲自过来请你，后果就会很严重。我们小姐脾气很不好，别跟她废话了，直接批晕带走。另一名男子不耐烦地道。叶佳妮听到他这样说，转身就想跑，才跑了2步，后脖子一痛就失去了知觉，连大声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。批晕了叶佳妮的男人把她杠起，塞上了黑色的轿车，与同伴一起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他们的车子呢，竟然没有挂车牌。不过车子跑远后，他们就在路边停下来，把拆下来的车牌重新挂了上去，之后又开车离去。叶佳妮是被批晕了，很快就醒来。她醒来就拍着车门大声叫喊要下车。副驾驶座上的那个男人扭头警告她，叶小姐，你最好老实点，把我们哥们俩惹怒了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你们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叶佳妮颤声问道。她就抖着手去摸自己的手机，还好手机在身上。别想着报警或者向谁求救，我们随时能结束你的小命。都说了，是我们小姐想见你，你老老实实跟着我们去见我们的小姐，保管你全虚全伪的回到周家，否则我们能让你全家人是你的娘家人死的一个不剩。这个恐吓把叶佳妮吓住了，她不敢报警，也不敢打电话给周红林，惨白着一张脸说道，我呢，我跟你们走便是。那个男人见她吓住了，这才满意的转过头去，还说了句，哎，就是喜欢敬酒不吃罚酒。这2个人把叶佳妮带到了郊外的一栋烂尾楼里，那里杂草丛生不说，四周围还倒了很多的垃圾。
各种臭气混合一起，闻着就让人想吐。那叶佳妮也真的吐了，其中一个男人等她吐完后，递给她一个口罩，叶佳妮赶紧结上口罩，觉得还能闻到臭味，又赶紧用手捂住嘴鼻，跟着2个男人走进了那栋烂尾楼。进了烂尾楼，远离了那些垃圾堆，叶佳妮才敢放开捂住嘴巴的手，也扭身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。附近并没有人居住，她要是在这里遭遇不测，死到臭了都没有人发现。这样想着啊，叶佳妮又打了个冷战，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。既是海童姐妹俩得罪了他们应该去找海家姐妹啊，找她做什么？她和海家姐妹现在也像仇人似的。叶小姐不用怕，我让他们请你过来，只是想和你谈一起交易，我们合作。报复一下战家大少奶奶而已。陌生的女音从1楼的一间房里传出来，但看不到人。叶佳妮也不敢走进那间房啊，带着她来的2个男子还在盯着她呢。听了对方的话，叶佳妮略松口气啊，那原来是针对着海童的。不知道小姐怎么称呼啊？我们能谈什么交易？我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，不管是娘家还是婆家，都没有社会地位的，怕是帮不了你呢。对方呵呵地笑道，叶小姐不必谦虚，我是调查过才会决定和叶小姐合作的。叶小姐跟战家大少奶奶也有过节吧？正好，我跟她也有过节，我们等于有共同的敌人，不就可以合作了？叶佳妮镇定心神问道，你想让我做什么呀？海童现在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那她男人可不是好惹的呀。我看到战少都2条腿发软，怂得连句话都不敢说。你让我去对付海童，那是让我去送死呀。我没有叫你直接对海童下手，你可以从周阳身上入手。周阳？叶佳妮本想问周阳是谁的，忽地记起周阳就是周红林和海玲的儿子洋洋，他就心神有点打颤，问道，你是想让我害死洋洋？周红林和海玲离婚后，周家人对洋洋的关注度持续走高，特别是周母，整天说洋洋是他们周家唯一的香火，是宝贝蛋，其实就是暗讽她跟周红林这么久了还没有怀孕，讽刺她不会下蛋吧。叶佳妮对此恨得牙痒痒的，又庆幸当初帮了海玲劝说周红林放弃了洋洋的抚养权，否则看到周家人天天把洋洋宠上天，她也会气死的。但周家人对洋洋更好了，叶佳妮还是很不爽的。可她再不爽，也没有想过对洋洋下毒手呀。我可没有叫你杀人，你听着吧，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你。你婆家人不是很想把周阳从海玲身边接回去带着吗？你要做的就是游说你老公和你婆婆，去把周阳接回你们周家住，然后你们夫妻俩带着周阳去动物园，或者儿童游乐园那种人多眼杂、容易走丢孩子的地方。我会安排人去把周阳抱走，这样子你们夫妻俩只落得一个看管不力而已，不会有人怀疑是你故意害的周阳。你想绑架周阳？你要报复海童，找海童去啊。绑架周阳做什么？那是个无辜的幼儿，什么都不懂。你的人要是下手没个轻重，害死了周阳，那不更好吗？没有了周阳，你以后生的儿子就是周家唯一的香火了，周家的所有家产都是你儿子的了。虽然你们现在没什么家产，只要你答应与我合作，我会安排你老公到外市入职一家大公司，那依旧是当经理，年薪100万，只要你老公好好的干上10几20年的，你们周家就有家产留给你儿子继承了，不用与周阳分家产，多好呀。叶佳妮脸色惨白，房间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把人命说得如此轻贱，难道是黑社会？周阳还是个孩子，况且他的抚养权是归了海玲的，红林只需要每个月支付3000元的抚养费，到周阳18岁后就不用再支付，以后周阳要买房买车都不用红林再出钱的。他活着也不会争家产吧？人心是会变的，只有人死了才不会跟你儿子争家产。叶佳妮，可我还没有儿子呀，连女儿都没有，难道你不能生？叶佳妮一塞，
对方笑了起来，看来叶小姐只是在道德上让人诟病，还是有点人性的。我也只是跟你说我的计划而已，并没有说过要弄死周阳。我利用周阳把海童引过来而已。他姨甥俩感情好，为了周阳，相信海童愿意单独来见我。他要的是海童单独来见他。叶佳妮松口气，他只有抢别人老公的本事，没有弄死人家儿子的心狠。你们能保证抱走洋洋后不会动洋洋一根头发？在他不哭闹不挣扎的前提下，我可以让我的人不动他一根头发。毕竟他也只是我的诱饵，我要报复的人是海童。叶佳妮心里想着，海童是怎么得罪了这么一号心狠手辣的女人？还是对方也爱慕战印，知道战印和海童结婚后，因为嫉妒，所以想报复海童，弄死海童，然后取而代之。怎么样，叶小姐愿不愿意与我合作？叶佳妮小心地问道。我能拒绝吗？可以拒绝，不过拒绝的后果就是叶小姐。女人最怕的是什么？叶小姐知道吧？叶佳妮的脸色再次变得煞白。叶小姐若是与我合作，那个倒霉的人就是海童。对了，叶小姐的娘家人都在我的人监视之中。若是叶小姐与我合作时不按我的要求去做，你和你的娘家人就要倒霉了。别以为我是恐吓你，我这个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。叶佳妮，能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吗？不能。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叶佳妮看到从其他房间里走出来7、8个同样是戴着黑色口罩、黑色墨镜的壮汉，腿都抖了，抖着声音说道：我答应你。叶小姐就是明白人，海家姐妹本来也是你的敌人吗？叶佳妮就什么都不敢说。哈啾，海童打了个喷嚏。身边的男人马上关心地问：是不是感冒了呀？不是，我好得很，就是鼻子有点痒。打了个喷嚏而已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战印伸手过来，拥住他，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，柔声说道：午休起来后也别回店里了，休息一天吧。海玲请大家吃过饭后，上班的去上班。海玲则是带着儿子，在老太太的安排下，坐着陆东明的车回租房休息啦。反正他做的是早餐生意吧，下午关门也没什么呀。海童靠在战印结实的胸膛上，被他拥着，安全感十足。他全身的神经放松，打了个呵欠后，闭上眼睛咕哝着：我下午还是要回书店的，继续商讨投资的事。明天晚上又有宴会，这是我当初向大姨求助的结果，怎么着也要走完这条路。海童发觉的他成了战家大少奶奶后越来越忙了，不过一时的忙碌换余生的安宁也是值得的。彤彤，辛苦你了。战印亲了亲他的额，很是心疼他为了他做那么多，那也是给我自己充电啊，学到的，我终身受用。海童再次打了个呵欠，早上起来的太早，现在困得很。你下午也要回公司了，你的时间比我们的宝贵多了。他为了他姐姐的事牺牲半天时间，损失更大呀。他若不是爱他极深，怎愿意做出这种牺牲？海童抬头看着战印，伸手摸着他的俊脸，眼底满是情愫。老公，我何德何能，此生能嫁与你为妻？放心，你既把终生托付给我，我绝对不会负你，会一辈子都对你好的。我姐总是唠叨，叫我要对你好一点，再好一点，生怕我会虐待你似的。有时候我都要吃醋了，觉得我姐对你的好比我这个亲妹妹还堪。战印握住了他摸他脸的手，认真的道：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能把你刚刚说的话都录下来，以后你若是负了我，对我不好的话，我就拿着录音去找姐告你的状，说你说话不算数。战印要是找他姐告状，用脚趾头想啊，也知道他姐是训他的。他连忙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负了你的。战印，你应该不善于告状吧？我不喜欢打小报告，不过我要是受了委屈，总要找个人给我讨公道呀。我觉得姐就可以帮我讨公道。战印原来是这样的战印，
他无法想象，要是自己和战印闹点小矛盾，战印回他娘家向他姐姐哭诉的画面。老婆，你会让我受委屈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，我让谁受委屈都不会让我老公受委屈呀。我最爱我家战嫂了，战印。我对你的爱犹如那滔滔长江水，川流不息。噗噗，司机以及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阿七都忍俊不住，笑了起来。哇，大少奶奶的求生欲满满的呀。海童后知后觉地记起来，他们此刻是在战印的劳斯莱斯上，车上除了他夫妻俩，还有司机和万能七呢。万能七是海童送给阿七的称号，这家伙什么都能干，堪称万能，不就是万能七了？我困了，战印，我先睡一会儿吧。海童干脆一头扎进丈夫的怀里装睡。反正他不觉得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战印拥着他，眉眼都是笑，睡吧。就到家了，我抱你上楼，下午3点叫你起来回店里看店。海童嗯了一声。他也真的是犯困。很快就在战印的怀里睡着。战印其实也困。海童起来的早，他和他是同睡一张床的。他起来了，他能不起来吗？他拥着妻子靠在车椅背上，也闭上了眼睛，想着呢，就眯一会儿，到家了他能醒过来的。这一眯啊，就像周公投降。周公轻轻松松地请着夫妻俩去下棋了。海童是下午2点半回到书店里的，战印亲自送他到店。我晚上要应酬。在海童下车之前，战印温沉地说了句。海童扭头看他，本能地道下午几点离开公司。应酬时少喝点酒，千万别空腹喝酒，容易醉又伤身。我吃了3天的药，不会胃痛了。海童本能的道，不会胃痛也还要养养。我在你下班之前给你送过去，你吃点东西再去谈生意。不过还是不能喝太多的酒，能不喝是最好的。我听你的，那你在我下班之前给我送饭，我等你。战印说着，黑眸灼灼地看着海童。海童秒懂他的意思，回身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，亲完了又调皮地捏一下他的脸。在战印想出手时，他像条泥鳅似的滑下了车，让战印抓不到。战印冲着他说了什么，他没有听见。事实上，战印也没有把话说出口，反正他答应过他的，等2天，就任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海童笑着进了书店。商小飞和沈小军都在店里啊，一个捧着一本在看，一个在摆弄着海童编织了一半的工艺品。看到海童笑着进来，2个人同时看向他。商小飞先说话，小军，你有没有发觉彤彤越来越漂亮？那笑容越来越甜，又灿烂的如同正午的太阳。沈小军合上了他还没有看完的。商小飞和海童都不明白，他咋这么爱看呢？有爱情滋润，自然是越来越漂亮。海童笑着反驳好友，说的好像你没有爱情滋润似的。苏南和沈小军在日常的相处中，已经顺其自然地成了恋人，属于最轻松甜蜜的一对。他们不用像海童和战印那样经历一些波折，闹一点矛盾。苏南的脾气很好，沈小军又不是矫情造作的人，很合得来。苏南的情商比他2个好友的要高很多，经常制造浪漫，沈小军抵挡不住他的温柔浪漫的攻势，举手投降的特别快。2个人一致地看着商小飞，3个人当中就是商小飞还名花无主。不用看着我，我现在无心恋爱，我要走我妈年轻时走过的女强人路线。商小飞笑眯眯地道，他很自信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自信地道，我就算没有爱情滋润也很漂亮呀。那是你一直都很漂亮，天生丽质，我更喜欢你的率性而活。海童绕入了收银台，小飞把位置让给他，问他，你的网店还在营业吗？那是自然的，我是个不会嫌钱多的人，只要能赚钱，我又能应付过来，我就坚持。他坐下来，边编织着未完的工艺品，边说道，小飞，你把计划书做好了吗？
跟我们俩说说。我和小军都是菜鸟，要你带着飞的。彤彤，你可以请2个人帮你编织工艺品，你就赚点中间差价，既能维持你网店的运转，你也能从中腾出时间来做其他事情。赚的钱是少一点，但还在赚着钱。商小飞建议着。海彤说道，我最近在联系当初跟我一起学这一行的几个同学，他们现在大都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没什么收入，也尝试过开网店，未能经营起来。他们说明天就会给我答复，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全心全意的经营网店了。那几个当初和他一起学着编织工艺品的同学，开网店没有经营起来，不是他们的手艺不行，是他比他们幸运，有战印兄弟以及商小飞的帮忙推荐，那他的网店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的。计划书我做好了，刚才和小军一起讨论了一下，你看看。商小飞从他的包里拿出了他花1个晚上做好的计划书，递给海彤看。我也是菜鸟，不过咱们有3个人，都说3个臭皮匠顶1个诸葛亮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赚钱。彤彤，你先停下来，别边看边做着，小心又伤了手。上次海彤手受伤，商小飞送他去医院包扎，见到血腿都软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商家辣椒怕见血啊。上次那是意外啊。海彤不承认自己是因为战印才会受伤的，不过他还是暂停手上的动作，拿过商小飞做的计划书，认真的看着，时不时和2个好友交流。这份计划书我还没有给我大哥看过的，我想着我们总要自己经历一下，不能事事都依赖别人。我觉得你的计划书做得很好，沈小军夸赞地道。海彤则是说道，谁的经验都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。我跟我家战先生也聊过，他让我大胆的去做，有他给我兜底呢。我可不想让他给我兜底，我想做出成绩给他们看看。商小飞笑道，我就指望着你们俩带着我飞了，你们都有靠山的。那海彤和沈小军同时驳他之后呢，3人都笑了。沈小军直指管城中学，那野心勃勃的道，管城那么多中小学都有职工，学生饭堂也是商机，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吃下这些肥肉了。当初他和海彤能在这里开书店，也是杀出的一条血路啊。海彤幻想地道，希望有一天啊，咱们能成为蔬菜女王。管城各个乡镇都有大量田地荒着的，等他们是水过后，再大量的承包土地，既是让农民们有点租金收入，也不用荒着那么多的田地。那沈小军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掏出手机看，是苏南打过来的，他接听。亲爱的，准备好了，我下班后就去接你，咱们一起吃饭吧。电话那边传来苏南温厚醉人的嗓音，2个好友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暧昧的笑。沈小军伸手轻拧了海彤一把，笑着应了苏南，好，你随时过来，我随时能走。海彤是明天晚上才要参加宴会，今晚是可以守店的。战役有应酬，海彤早回家也是无聊，还不如留在店里。好想你啊，真想把时针一下子拔到下班时间。苏南说甜言蜜语比战印顺畅多了。沈小军对着手机吧唧一下，特别响的那种，保证电话那边的苏南能听到。我在店里等你，你赶紧把工作完成，爱你。苏南心花怒放的道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的哈。等2个人结束通话后，沈小军对2个好友说道，男人也是要哄着的呀。海彤和商小飞睡觉了。海彤回想起自己和战印这一路走来，貌似他很少哄他的。看到沈小军轻松的就把苏南哄得心花怒放，他想他等会儿给战印送饭的时候，再给他买点什么礼物带过去送给他，保管能把他哄得很开心。小军，我们晚上吃什么啊？海彤问着。沈小军说道，中午海玲姐请吃饭，我就没有去买菜呢。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现在就去买。你晚上也有人请吃饭了，我得给我家战先生送晚餐。
胃才不痛了，又要应酬，怕他没有吃饭就喝酒，更伤胃。你们俩聊，我去买点菜回来。沈小军和商小飞都嗯了一声。等海童走后，商小飞羡慕地道：“我很羡慕彤彤，他和战印能过成普通夫妻很不容易的。战印那个人倨傲得很，也就是彤彤才能让他破了无数次的例。以前战先生过来的时候，像尊冰雕的，帮我们收钱或者看店时，学生们看到他都胆怯。”商小飞笑道：“正常，他现在依旧死性不改，也就是在海童面前才会换一副面孔。我以后要是能找到一个愿意为我破无数次例的男人，我一定死死地抓牢他的心，不让他有机会溜走。小飞，你这么优秀，肯定能遇到一个愿意为你破无数次例的男人，说不定那个男人已经在你身边，是你还没有发觉而已。爱情来敲门，你尽管把门打开吧。”商小飞自信地道：“我也觉得我不会比彤彤差的，也能嫁一个爱我的男人。他放弃战印，不代表他就放弃了幸福，反而是获得新生，能得到属于他的真正幸福。他只管等着爱情来敲门就行。”海童很快就买了菜回来，回来后他就扎入了厨房里烧菜做饭，打算在忙碌到来之前先把爱心晚餐送过去给他家战先生，然后赶回来看店，让好友可以放心的去约会。他和战印感情升温阶段呢，经常是沈小军一个人看店。如今他和战印感情稳定了，也该让沈小军去和苏南约会了。抓住一个男人，要先抓住他的胃。商小飞倚靠在小厨房的门口，打趣着海童：“战印刁钻的胃已经被你征服了。”海童笑着看他一眼：“那你多学着点，以后抓住某个男人的胃。”“我不学，我等着他来抓住我的胃啊。”“这很小飞是你的性格。”商小飞又问：“彤彤，你们夫妻俩私底下相处时，也是你在照顾他吗？都是你买菜做饭啊？”“不是，在家里基本上都是战印下厨做饭的。奶奶说战印厨艺不太好，要给他机会多练多做，才能练出大厨的本事，我以后就有口福了。”商小飞哈哈的笑：“战奶奶真是战印的亲奶奶呀，她老人家是个非常拎得清的老人家，像个老顽童一样，却又可敬得很，比我奶奶好太多。我奶奶活着的时候，没少折腾我妈，就挑我妈的刺啊，各种刁难。他们战家的每一个人都很好。”商小飞认同海童这句话，知道在家里时是战印在照顾你，我们也放心了。我真怕你没心没肺的包揽所有家务事，最后活成以前的海玲姐呢。海童停顿一下动作后，又继续忙着，说道：“有我姐的前车之鉴，我不会活成以前的她，时刻能保持着清醒很好。我见过很多人在热恋时失去了自我。”商小飞说完后，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他认识海童之前唯一的好友打来的。他接听电话后，对海童说道：“彤彤，我闺蜜失恋了，我去看看她。”“去吧，开车慢点。明天我就安排人去你们老家跟村长谈谈承包田地的事，顺便帮你打探一下你老家那些极品亲戚这2天在做什么。”“行啊。”在投资这件事上，海童和沈小军是以商小飞为主心骨的。商小飞的出身、成长的环境比他和小军都要好很多。3个菜鸟总要有一个领着飞嘛。改天啊，我约我闺蜜出来和你们喝咖啡，认识认识。她失恋，心情不好，就需要结交你和小军这种开朗的朋友。商小飞的好闺蜜也是名门千金，只是为人特别低调，都没有人知道她是千金小姐。商小飞觉得她的好闺蜜绝对能和海童等人成为朋友。好，你先去陪你闺蜜，失恋没什么大不了。这天底下好男人多了去，她和她男友恋爱了好几年，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现在分了手，说不难过那是假的。彤彤，我也不和你聊了，先去看看若曦。商小飞担心好友闻若曦，很快就离开了书店。海童给战印准备好爱心晚餐后，用保温饭盒装好，对沈小军说道：“小军，我送过去给他。”
就回来看店，现在也未到下班时间，你家苏总还没有过来。没问题，你去吧，我先看着店。沈小军爽快地答应了。数分钟后，海童开着车离开了管城中学。由于没有时间去买其他礼物，他想着干脆就买束花送给战印。想到买花，他就想到了宁云初开的花店，是在市环路，他拐一拐路线，就能到达宁云初的花店。海童这样想的，就这样做了，都不用10分钟的车程，他就到了市环路，然后放慢车速，寻找着春暖花开，也不难找。宁云初的花店是开在街边的，很容易就找到了。海童缓缓地把车停在了花店门口，他还没有下车，就有人不停地按着车喇叭。海童想着自己停车又没有违反交通，不放在心上，推开车门下车。那个不停地按着车喇叭的人也下了车。大妈，没听到我按喇叭吗？我要把车停在那里，你赶紧把你的车开走。是你。不停地按着车喇叭的人是宁思琪，宁云初同母异父的妹妹，跟海童初次见面就结下了梁子的。你把车开走，我要停在那里。认出了海童，宁思琪依旧嚣张至极。在他眼里，海童不过是乡巴佬，用他母亲的话说，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。等到战哨新鲜感一过，有海童哭的时候，